费曼曾说，如果你觉得自己懂量子力学，那你一定不懂。而他口中最反常识的量子谜题，就藏在我们每天接触的原子里。你能用上万元的相机拍清头发丝上的纳米级纹理，能通过哈勃望远镜看到130亿光年外的星系轮廓，却永远拍不出一颗真实的原子。哪怕把镜头做到理论上的完美，在原子面前都像瞎了一样。要搞懂为什么，得先聊聊视觉和相机的工作原理。我们能看见东西，是因为物体反射了光波，但这里有个致命的尺度问题。光波对原子来说实在太粗糙了，就像你戴着巨型拳击手套去摸地板上的小珠子，你能感觉到有东西，但永远摸不清它的形状和边缘。可见光的波长在400到700纳米之间，而一个典型原子的大小才 0.1 纳米，相当于光波比原子大了数千倍。它要么直接绕开原子，要么穿过去，根本注意不到原子的存在。这就是物理学家说的衍射极限。我们永远看不到比观测波长小得多的物体，哪怕镜头再完美，放大倍数再高，也只能看到模糊的斑点。更绝的是，就算你用可见光去照亮原子，光子碰撞时会直接把电子打飞或改变原子状态。也就是说，你刚准备拍照，原子就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所以科学家只能用波长和原子相当的电子束或 X 射线，但这已经不是传统相机了，而是靠数学重建图像的复杂探测器。你在杂志上看到的任何原子照片，都是复杂技术解读的结果。在可见光里，原子就是个完全看不见的幽灵。既然用眼睛和普通相机看不了原子，科学家们干脆换了个思路，用指尖去摸。现在最清晰的原子图像都是靠扫描隧道显微镜或原子力显微镜拍出来的。它们的工作原理就像盲人读盲文，不用眼睛看字母，而是用手指触摸凸起的点，再在脑子里拼成单词。这两台显微镜用的手指是一根细到只有1个原子粗的针。当针尖靠近材料表面时，量子隧道效应会让微弱的电流在针尖和原子之间流动。针尖经过原子的隆起部分，电流就变强，落到原子之间的凹槽，电流就变弱。电脑会把这些电流变化转换成地形图。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根本不是表面的摄影，而是电流变化的图表。近年的研究更牛，科学家们在针尖上沾了单个一氧化碳分子，居然能精准探测到原子之间的化学键，就是我们课本里画的那些小棍子。但要记住，你看到的不是原子的真实样子，而是它和针尖相互作用的结果。要是换个材料的针尖或者调整电压，图像可能完全不一样。这只是数学重建的互动肖像，不是客观照片。更颠覆的来了，你在科普杂志、纪录片里看到的那些金光闪闪、色彩斑斓的原子图，全是后期 P 的。在微观世界里，颜色这个概念根本不存在，原子本身完全无色。我们肉眼看到的颜色是物体反射了特定波长的可见光，但原子比可见光波长小太多，根本没法像苹果、汽车那样反射光线。从物理本质上说，原子既不会发光，也不会反射光。科学家从电子显微镜或隧道显微镜得到的原始数据，要么是一堆冰冷的数字，要么是黑白的信号强度图。那为啥要给它们上色？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人眼分辨颜色细微差别的能力比分辨灰度高得多。人眼能分辨约1000万种颜色，但灰度只有200种左右。上色能帮科学家快速找到微小细节或结构缺陷。第二，在混合了碳、金等不同原子的复杂图像里，不同颜色能帮我们轻松区分元素，不会在灰色斑点里晕头转向。第三，彩色图片更吸引眼球，能帮科学家争取研究资金，让论文被更多人看到。现在科学家甚至会争论用什么颜色才不会误导人。但无论原子图看起来多漂亮，它都只是为了方便我们理解的数据可视化，绝不是原子的真实模样。你以为原子是个圆滚滚的小球，大错特错，它其实是一团旋转的雾。现代物理学，尤其是电子轨道可视化实验证明，原子
根本没有明确的边界，这全是因为电子的量子特性。根据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电子并不固定在某个点，而是像围绕原子核扩散开的电子云，就像高速旋转的飞机螺旋桨，静止时能看到单独的桨叶，全速旋转时只能看到半透明的灰色圆圈。你没法说清桨叶具体在哪，但知道它一定在这个圆圈里。最新研究已经拍到了电子云的形状，证实离原子核越远，电子云越稀薄。我们说的原子边缘，其实是科学家们约定俗成的，把电子出现概率 90% 的区域当成原子的边界。这彻底刷新了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当你用手指摸桌子时，根本不是坚硬的原子球体相撞，而是你的电子云能量场在排斥桌子的电子云能量场。所有把原子画成清晰球体的图片，都是为了方便我们理解的简化模型。真实的微观世界是一片模糊、脉动、没有明确起止的雾状交织体。2018年，一张名叫单原子霹离子陷阱的照片轰动全球，还拿了顶级科学摄影奖。照片里两个金属电极之间有个微小的发光点，很多人以为这就是原子本身，但真相远不是这样。我们看到的根本不是原子，而是它的能量回声。科学家用强激光照射皮离子，原子吸收能量后重新发光，相机捕捉到的是这束二次光，而不是原子的物理边界。更有意思的是，照片里的发光点看起来很小，但比实际原子大了数千倍，因为原子在不断振动，向各个方向发光，就像我们在夜空中看到的星星，明明是巨大的球体，却因为距离太远，看起来只是个小光斑，但实际比它的真实大小大得多。看到这里，你还相信那些号称原子实拍的图片吗？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你以为原子是个静态的雾团？别傻了，原子内部正在上演一场疯狂的能量迪斯科，电子的移动速度快到我们眼里的一瞬间，对他们来说就是永恒。要捕捉原子内部的动态，科学家们发明了人类历史上最快的闪光灯——阿秒激光。阿秒是什么概念？1阿秒是1秒的1000万亿分之一，也就是小数点后18位。更恐怖的是，1秒里包含的阿秒数和宇宙诞生以来14亿年里的总秒数一模一样。普通激光太慢了，用它拍电子运动，就像用几分钟的长曝光拍飞行的子弹，只能拍到模糊的轨迹。多亏了202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皮埃尔·奥杰森、费伦茨·克劳斯和安卢伊耶的研究，我们现在能产生超短的光脉冲，精准冻结电子的运动。这让我们不仅能看到模糊的电子云，还能亲眼目睹电子在能级间跳跃，甚至被光打出原子的瞬间。这彻底推翻了静态原子的刻板印象，任何看起来稳定的原子图都是谎言。真实的原子内部是一场永远不停歇的能量狂欢。最震撼的真相来了，构成你我、桌子、墙壁乃至整个世界的原子 99.9% 都是空的。要理解这个空的尺度，科学家做了个经典类比，如果把原子核放大到网球那么大，那么电子所在的原子边界会在几公里之外，网球和几公里外的边界之间全是纯粹的空无一物。那为啥我们不会穿过地板，把手伸进墙壁？答案不是因为有实体物质，而是电磁排斥。你手上的电子和墙壁里的电子都带负电，当你试图触摸墙壁时，它们的电场会以惊人的力量相互推开。我们感知到的硬度根本不是硬物相撞，而是电场的抗拒。所以任何原子照片里的密集结构只是仪器记录的电场，就像看旋转的风扇。这简直是个视觉谎言，它让我们以为世界是紧密打包的，但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幽灵场支撑的空无之中。更夸张的是，如果把全人类原子里的空间都挤掉，80亿人只需要一个普通苹果的体积就能装下，而且重量和全人类总重一模一样，足足4000万吨。你还在追求高清原子实拍图？别傻了，量子世界根本不存在绝对清晰。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告诉我们，我们永远不可能同时准确知道一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这不是仪器不够好，而是宇宙运行的基本规则。
要拍原子的高清图，你得用光子或电子去撞击它，但原子太小太轻，撞击会立刻改变它的状态，就像在漆黑的房间里用足球去撞另一个足球来拍照，你刚撞到它确定位置，它就已经被撞飞了，照片只能是模糊的轨迹。所以任何看起来完美清晰的原子图，要么是数千次测量的平均结果，要么是 AI 算法脑补出来的优化图。真实的原子是一个原则上无法被直接清晰观察的对象，对我们来说，它永远是模糊的、不可捉摸的。最后，连我们从小就学的原子核葡萄串模型都已经过时了。以前我们以为原子核是由红色质子、蓝色中子串成的密集结构，但杰斐逊实验室、CERN 等粒子加速器的最新研究显示，这完全是错的。要观察原子核比观察原子难多了，它比原子小几十万倍，还被极强的合力束缚着。科学家用接近光速的电子轰击原子核，通过深度非弹性散射来研究它的内部。过去2年的发现颠覆了一切，原子核其实是个沸腾的粒子海洋，里面的质子和中子根本不会静止，它们不断交换、粒子碰撞，甚至短暂合并。质子内部也不是3个固定的夸克，而是一个由不断生成和消失的粒子组成的动态海洋，被胶子场束缚着，压力之高甚至超过了中子星的核心。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一张真正的原子核或质子照片，科学新闻里的图片全是复杂数学计算的可视化结果。我们才刚刚开始明白，构成我们现实的基石根本不是有固定形态的物质，更像是空间中冻结的能量爆发。关注我，带你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锁更多量子世界的颠覆真相。别忘了点赞加收藏，下次想看宇宙干货的时候，就能第一时间找到我。